嘿，各位观众老爷们，你们好啊！今天咱们来聊个大新闻，一个足以让整个科技圈抖三抖的大事件。就在昨天，大洋彼岸传来消息，苹果那个我们又爱又恨的苹果，想把美国司法部对他的反垄断诉讼给驳回，结果呢，被法官一记响亮的耳光给扇了回来，直接说了个不。这下可热闹了，意味着苹果这回是躲不掉了，必须硬着头皮面对这场世纪官司。这事儿说白了，就像一个班里常年考第一的学霸，不仅自己成绩好，还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同学好好学习。美国司法部这次就扮演了教导主任的角色，指着苹果的鼻子说，你小子在美国智能手机这个考场里搞垄断，不公平竞争，怎么个不公平法呢？这就要说到苹果精心打造的那座黄金花园了。你们想想， iPhone 是不是就像一张通往这座美丽花园的门票？花园里面有苹果自己种的各种奇花异草，比如 iMessage、FaceTime、Apple Watch， 它们彼此之间配合的天衣无缝，用起来那叫一个丝滑。花园的围墙高耸入云，而且守卫森严，这个守卫就是苹果的操作系统和它的应用商店政策。任何想在花园里开个小卖部，也就是开发个 App 或者配件的第三方公司，都得遵守苹果定下的苛刻规矩。比如你卖东西的收入得先给苹果30%，这就是著名的苹果税。更要命的是，它还设置了重重障碍，让你很难从这座花园里搬出去。我给你们描绘一个场景，你是不是也经历过？你一个多年的 iPhone 用户，突然想换个安卓手机试试，结果你发现，你珍藏多年的聊天记录，你习惯了的云服务，你花钱买的一大堆 APP， 想带走，对不起，比登天还难。你一换手机，在亲友群里，你发的信息立刻从尊贵的蓝色气泡变成了格格不入的绿色气泡，视频传来变得模糊不清，文件传输也成了老大难。你的 Apple Watch 瞬间变成了一个只能看时间的昂贵手环，这种感觉就像你从一个豪华的会员制俱乐部里被踢了出去，所有的特权和身份认同感都烟消云散。这种无形中的社交压力和使用成本，就是苹果用来锁住你的无形枷锁。它让换手机这件事变得无比痛苦，从而让你打消念头，乖乖地留在它的花园里。所以你看，司法部的指控就打在了这个7寸上。他们认为，苹果不是靠产品本身有多么无敌来留住用户，而是通过建立这种封闭的排他的生态壁垒，像一条护城河一样，阻挡了所有竞争对手的进攻，让消费者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策略了，这是一种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来扼杀创新的行为。当一个巨头不再需要通过创新来赢得用户，而是靠住墙来困住用户时，对整个行业来说就是一场灾难。新的有创意的想法可能就因为无法进入这座花园而被活活饿死。当然，苹果自己肯定不这么认为，他们会说，我们这不是围墙花园，我们这是为了用户的安全、隐私和体验负责。正因为我们严格控制，所以才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病毒和垃圾软件，才能保证所有应用都顺畅运行。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？有，但就像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家长，打着为你好的旗号，却剥夺了你所有的自由、安全和封闭、创新和混乱，这似乎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。但问题是，我们作为消费者，真的需要苹果来替我们做这个决定吗？这次法官驳回苹果的动议，就像是在这座坚固的围墙上砸开了一道裂缝，虽然离推倒整面墙还远得很，但至少让外面的阳光透了进来。这场官司接下来会非常漫长，可能会持续好几年，双方都会拿出浑身解数来辩论，但无论结果如何，它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变。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向这些科技巨头们挥起了大刀，试图打破他们建立起来的数字壁垒。对我来说，我更期待看到一个更加开放和互联的世界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我用什么手机，
发出去的信息都是一样的清晰。我买的智能手表可以无缝连接任何品牌的手机，开发者们可以有一个更公平的平台去施展才华，而不是被巨头抽走辛勤劳动的果实。竞争永远是推动进步的最好方式。当苹果感到真正的威胁时，它才会拿出更惊艳的产品，而不是想着法子怎么把我们关得更紧。那么正在看视频的你们是怎么想的呢？你们是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苹果这座美丽又安全的黄金花园里，还是渴望能够拥有随时走出去的自由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吧，咱们一起聊聊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